大家好，我是秉言直璇。我的乘风2026系列节目来到了第4期，也是我精心酝酿赶在出舞台之前推出的特别篇。岁次丙午，又逢九子离火大运，这意味着代表离卦的中女及成熟女性的力量、智慧与魅力将在今年迎来一次势不可挡的大爆发。而承载这股巨大时代能量的完美容器，毫无疑问就是已经铺垫了6季的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中女形象号召力的顶级舞台乘风2026。在这场离火燎原的盛宴中，我要拆解的第4位乘风姐姐，是今年阵容中年龄最大，但头顶的光环却最不可褫夺的一位，她就是萧蔷。她今年58岁了，但在60、70甚至80、90后的记忆里，她是一场永远不会醒的奇梦。在那个林青霞、王祖贤、张曼玉、关之琳、周慧敏等等神仙打架的黄金年代，萧蔷她明明影视作品寥寥可数，却硬生生的凭着惊为天人的皮相与骨相，稳稳坐穿了台湾第一美女的交椅，至今无人敢接班。岁月从不败美人，但是岁月真的能放过美人吗？她曾半隐退于鲜花着锦的安逸中，为何又在接近耳顺之年选择杀入乘风这个名利修罗场？玄机又藏在她的八字里面。萧蔷的命局是一块被极致雕琢的秋日寒木，她的八字满盘的根深强筋，造就了她无可挑剔的顶级骨相，却也像无形的枷锁，将她半生困在世俗凝视与资本供养的金屋之中。秋木向阳，她极度渴望火的照耀，而2026年这把180年一遇的丙午纯阳大火，恰恰烧断了束缚她半生的金刚锁链。今年注定是她光芒万丈、烈火摧金的觉醒之年，但同时极致的燃烧也暗藏着子午相冲的惊险反噬。拿这位一生最熄火、最需要火来救赎的顶级大美人，作为我乘风2026系列推演出舞台前的压轴，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岁月的滤镜，从东方命理的硬核视角，进入第一部分第一美人的出场设置——萧蔷八字原局的惊天秘密。第1章，第一美人的出场设置：萧蔷八字原局的惊天秘密。无数命理前辈曾点评过萧蔷的八字，大多停留在美女多情、桃花旺盛的表层。但是今天我要用另一个视角的显微镜去看看这位顶级美人的底层代码到底写了什么。萧蔷她出生于1968年8月13号，她的八字排盘如下：坤燥、戊申、庚申、乙卯、丙子。在很多传统的命理分析中，只要看到乙木花草生在秋天，周围全是庚申金刀斧，就会断言这是一个金冬木折，或者说生在悬崖峭壁上的备受摧残的苦命局。但是在萧蔷的命局中，这种论断错得离谱。他不仅没有被摧残，反而一生过得极其优渥，被保护得很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日柱是乙卯，这不是一株柔弱无骨的枯草，而是天地一气、根系极度发达的强健名花。更关键的是，包围他的不是刻薄的阴寒的辛酉金，而是阳刚强大的庚申金。核心密码1：乙庚相合，黄金温室里的双向奔赴。在命理学中，乙木他天生木强，他最喜欢就是庚金正官，这叫做乙庚相合。而此命局庚申在月柱、年柱，这代表什么？在他人生的儿时、少年阶段，年柱、月柱代表强有力的父兄长辈。步入社会以后，这个年月连成一片的申金、庚金，就代表着这个社会上顶级的财富阶层、强大的资本力量以及手握重权的男性。对于萧蔷而言，这些庚申金他们不是来砍他的斧头，而是为他搭建的一座牢不可摧的黄金温室，是供他攀附的参天大树。我们再来看地支。地支月令申金与日支卯木，这里有一个老生暗合，这意味着从明面上的社会地位，也就是天干，到私底下的生活状态地支，它都与这些强大的资本力量、权力紧紧的交织。而且对于乙卯木来说，他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高压控制，相反，他非常的情愿，甚至甘之如饴的融入这个强大的阵营。这就是为什么萧蔷他不需要像别人那样拼命的拍戏接通告，别人笑他攀附，而他笑别人辛苦。至于谁更幸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冷暖自知。核心密码之2：丙火的真相不是反抗的利刃，而是轻视的镁光灯。我们注意到萧蔷的命盘，五行中唯一的火是在10干的丙火，它是伤官。很多命理师会把这个丙火伤官看作是他伤官自杀、反抗强权的女权觉醒，也就是伤官见官，这其实是脱离现实的。我们看一下原局，这个丙火它生在秋天，本身就不得月令，而又坐在子水上面，丙子一柱，丙火的火气其实非常微弱。一个微弱的伤官，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心思去跟这个强大的官杀资本联盟去对抗。那么这个丙火它的作用是什么？丙火它就是用来照明暖局，是美人脸上的腮红，是打在这个黄金温室里的那束最顶级的镁光灯。这束光让它美得有神采、有灵气，让这株名贵的花草能够被全台湾、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看到。它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侵略性美，她的美是柔和，是被照亮的，是被世人仰望的。这才是台湾第一美女名号在几十年不倒的玄学真相。萧蔷命盘的核心密码之3，顶级做工路线，化杀生生，心甘情愿的资源黑洞。
那么既然他不反抗官杀，那他一生巨大的财富和福报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就触及到他八字最底层的做工路线。明面上的乙庚相合，也就是官来合我，这就代表顶级的资源主动找上门。他最强大的一张底牌，其实是地支的生死半合水局。大家看年月两柱的这么强大的生金联盟，他们是官杀，他们也代表资本。他们在遇到实质的子水的时候，换成了源源不断的水，这个水也就是官生印，这个水然后去滋养日支的卯木，也就是他的身体，这在命理学上叫做化杀生生，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被动吸收能力。他不需要主动的创造财富，它本身就是一个吸引财富和权力的黑洞。年月上强大的外部资源，最终化成了对他全方位的供养。当然，我们注意到这个子水生卯木，这里存在一个子卯相刑，也就是无理之刑。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这种依附和供养在极深的心底，常常会让他感到一丝失去纯粹自主权的别扭和身不由己。毕竟那不是靠着自身硬实力去赚来的钱，比如说时尚身材，但是在泼天富贵和极度的安全感面前，这点心理摩擦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他20多年的半隐退的安逸，正是源于这种极其成功的生存策略。总结来说，萧强的前半生，他是用一种极致的被动与依附换取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也就是物质的极大满足。它是一朵在黄金温室里被资本和岁月精心供养的名贵牡丹花。可是命运的剧本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当时间来到如今，当他步入甲寅大运，2026年丙午的烈火猛然降临，那座曾经保护他，但是也囚禁他的黄金温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撞和融化，不再甘心只做一朵被观赏的花。58岁的萧强，他终于要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引爆他积压了20余载的真火。第二章，岁月不败的皮囊，从五行密码解构第一美女的顶级苦相与灵魂。上一章我颠覆了传统的京东牧者的苦命论，看懂了萧强是如何通过乙庚相合、卯申暗合以及生子半合成为资本偏爱的温室名花。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他不需要拼命努力，那他凭什么能让资本供养他一辈子？就凭长得美吗？是的，就凭美。但是她的美不是运气，而是老天爷精心计算过的一组五行方程式。今天就让我们带上五行透视镜，从头到脚，从外皮到灵魂，彻底解构这位台湾第一美女是否真的是世间绝色，真正意义上的颜值天花板。第一节，颜值总论。首先我们下结论，萧强的八字绝对是木系女的颜值天花板。大家想象一下，乙木它是藤蔓是花草，普通的木系女孩要么长得郁郁葱葱但有些杂乱，因为木太旺，要么显得干瘪单薄，因为水太少，要么水多木飘，水太多太寒。但是萧强的八字组合是戊申土金生发，庚申强金雕琢，丙子火光照耀，源头滋养。一方面金来雕琢，庚申金就像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顶级园林剪，它把乙木多余的枝丫全部剪掉，逼着这株植物按照最完美的比例向上生长，这就叫做骨相立体，极度自律。另一方面，水火既济，剪好的盆景它配上十柱的丙火，这是阳光，它来照耀。可这个实质的子水它是甘露，它来滋养。第三方面，分命局无冲无破，最难得的是它的原局天干上没有任何严重的冲克毁坏，地支也不存在强烈的刑冲破坏的做工关系，比如说毁灭颜值的子午冲、卯酉冲、辰戌冲等等，在它的八字原局中都不存在。仅有这个子卯相刑，这是轻微的摩擦，那是内心戏，不伤皮囊。所以这哪里是野蛮生长的植物，这分明是老天爷放在皇家园林里日日修剪、精心打光的顶级定制盆景。它有一种极强的人工雕琢感与精致感，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美德那么有距离感，那么高贵。第二节，宫位与五官。八字真的能看脸吗？在古法命理中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理论，也就是年柱看额头眼眉，月柱看颧骨鼻子，而日柱看嘴唇，时柱看下巴。我们来验证一下这套理论放在萧强身上到底有多毒辣。年柱戊申，它代表额头，这个戊土它是厚重的土，申金它是硬朗的骨头，土金相生在年柱，这就代表它的额头一定是非常饱满而且宽阔，它的眉骨立体。大家可以看萧强早期的照片，他的大光明发型简直是绝杀。月柱庚申，这是代表鼻梁鼻子，这是最准的一点。庚金代表坚硬挺拔，而月柱是面部的中庭，庚金申金怼在月柱，这就注定了他必然会拥有一个极其高挺的笔直的甚至带点凌厉感的完美鼻梁和鼻头，这是他整张脸的贵气的来源。我们再来看一下日主乙卯，乙卯代表嘴唇，乙木它是柔软弯曲的小巧的，这就意味着它的唇线一定是非常柔美，带着木系特有的雕琛感，因此它中和了鼻子的凌厉。接下来时柱看下巴，天干的丙火它代表尖锐，而子水它代表圆润，水火交汇在下巴，它的下巴必然是尖的瓜子脸，但是又绝对不是那种吓人的蛇精脸，而是尖中带着水润的肉感。当然八字不是 X 光片，不能精确到毫米，但是五行能量决定了骨与肉的比例分配。萧强的面部五行是筋骨做支架，土水做填充，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美人在骨也在皮。第三节，宫位与身材。为什么他1.70米却能身上柴脸上有肉？我们继续用宫位来看身材。
年柱代表头部，月柱代表胸腹，日柱代表腰臀，而时柱代表腿脚。他身高1.70米的秘密，我们知道乙木日主本身就代表纤细，更绝的是他的日柱是乙卯，天地一气的木，而木的本性就是条达向上生长，在根生金的夹击下无法横向发展，也就是长胖，它只能向上的挺拔。加上有阳光和雨露，它受到了良好的滋养，所以它能长到1.70米的模特身高。另外，骨感与脸颊肉的玄机，大家注意到它的八字唯一的土，这个戊土，它是代表肉，它长在哪里？它长在年柱，也就是代表它的脸上、脸部、头部，而代表身体的这个月柱、日柱、时柱，全部是金木水，也就是骨架和四肢。这就是命理学上最绝妙的造化，它唯一的肉全部长在了脸上，这就保证了胶原蛋白和甜美感。而更妙的是，这个戊土它被周围的强大的精气给泄好，使这个脸上的肉感恰到好处，不至于显得臃肿或者庞大，而它的身体却被金水木统治，永远保持着修长骨感没有赘肉的状态。这种会长肉的基因简直让女性嫉妒的发狂。第4节全息细节补充，肤发身的终极魅惑。我们再来从命盘看一下肤质，金白水清，命理诀窍，金水相生，肤白貌美。萧强的八字金极其旺盛，金主肺也主皮毛，强大的精气会让他天生自带冷白皮的基因，又因为有10干的丙火照耀，所以他的这种白不是病态的苍白，而是带着金属光泽的莹润。另外从八字看发量，这个日主乙卯，乙木就是毛发，日坐卯木强根，生机勃勃，所以哪怕到了58岁，萧强依然能够保持让人惊叹的发量。另外八字看音色，金空则鸣，水来润喉，生金也代表金属乐器，代表声音清脆洪亮，但是太多的金就会显得刺耳。妙就妙在这个子水的润泽，加上子水空亡，而这个生金也空亡。命理口诀云：金空则鸣，它的声音就像是在幽谷中敲击的玉磬，清脆中带着水系的交嗲与空灵，这也是他那口标志性台湾腔能够缩断人骨头的玄学密码。第5节灵魂素描，一只披着藤蔓外衣的狮子。我们花了很多笔墨来说它的外貌皮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具绝美皮囊下藏着怎样的灵魂，这将是决定它在乘风2026能走多远的核心因素。日主乙卯，表面上它是乙木，这是柔软的藤蔓，代表情商极高，极懂得示弱，因为有乙庚相合，抱大腿。但是乙木它自作比肩卯木，这就意味着他拥有强大的自我，他在骨子里极度的自爱、自尊，甚至极其的固执，他认定的事情8头牛都拉不回来。而他的纳音是大溪水和这个月令根生，大溪水代表他情感丰富，适应力极强，能够像水一样融入各种环境。但是这个月令他是正官，又赋予了他极强的规矩感、秩序感和包袱感，所以萧强他绝对不会在公众面前失态，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形象管理大师。另外令人惊诧的是，萧强她是一个命局里满是金水，看似被动依附的乙木女，其实她是狮子座，这解释了她石柱那点丙火它的来源，她享受被仰望，享受舞台的绝对 C 位。所以我们总结萧强的性格，就是他是一只极其聪明，懂得用藤蔓伪装自己的狮子，他用柔软的外表置换资源，但是内心始终保持着女王的骄傲。朋友们，当我用5行的刻刀将这位台湾第一美女层层解构后，你会有什么感觉？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敬畏。在世俗眼里，萧强或许只是一个靠美貌吃了一辈子红利的幸运儿，但是在命理的宏大视角下，它是一件被宇宙精密计算过、没有任何废代码的终极艺术品。她的美貌不是花瓶，而是她在这个男权资本社会中最锋利的剑和最坚固的盾。她用极致的皮相和极其理性的骨相，兵不血刃的在这个世界为自己圈下了一片巨大的领地。性格即命运，5行即人生。如今58岁的狮子座女王，带着她依然不败的皮囊和被假银大运唤醒的野心，一面撞上了60年一遇的丙午纯阳大火。在乘风2026的名利场里，当极度爱面子的庚申金遇上极度想燃烧的丙午火，他会涅槃重生，还是会被火反噬？在封闭高压的赛制下，他的身体和骄傲能撑过最难熬的盛夏吗？第3章美人乘风之旅，萧强2026流年运势的破与立。在前面的视频中，我拆解了萧强那如同资本黑洞般的顶级出场设置，也领略了他被5行能量精密雕琢的绝美皮囊。今天我们将要直面那个最核心的疑问：既然在温室里被供养的那么舒服，这位58岁的台湾第一美女为什么要在2026年突然躺乘风2026这趟浑水呢？她是缺钱，是太寂寞，还是命运之手的强行推动？我将用8字流年为你揭开这背后的玄机。第1节破茧的动机，绝美金丝雀的内在觉醒。很多人以为萧强他只是一个只会依附的菟丝花，但是8字原局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附庸，他的潜意识里早就埋下了反叛的种子。第一方面，强根与傲骨，日坐比肩，他的日主是乙卯，古书有云：乙卯天地一气，腾挪细甲，可春可秋，这说明他绝对不是无根之木，他的内在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本我。第二方面，深藏的受辱感，子卯相刑。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命局唯一的冲突点就是子卯相刑。
虽然一支的生子半合让他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与供养，但是不要忘了，这个子水带着一个子卯星，在命理学上称之为无理之星。这就意味着这种看似完美的依附的模式，在他灵魂深处始终伴随着一种身不由己的隐秘的屈辱感。另一方面，岁月的空虚与冲撞，我们注意到这个代表晚年的石柱子水落入空亡了，就说明萧强他对晚年那种纯粹的被动的生活缺乏真实的满足感。更绝的是，他的命宫与日柱仍在卯酉相冲，这就代表他内心深处渴望的岁月静好，其实一直处于一种自我博弈的撕裂状态。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等一把火。第二节大运的救赎，击碎黄金温室的假银风暴，机会在2019年降临了。这一年，萧强正式步入假银大运，这是2019年至2028年，这是一部极其强悍的比劫大运。银身相冲，牢笼破裂，大运的银幕直接撞上了他原局代表强大资本与控制的这个身金。命里有言，冲则破，这股强大的木气硬生生地劈开了那座困了他大半辈子的根深温室。另一方面，底气与源泉，银幕它是劫财，它给乙木提供了强大的根气，而且天干的乙木这里有一个腾挪西甲，在这个大运中，我们乙木得到了强大的帮扶，它不再是以前柔弱的花草。更妙的是，这个乙木它中间藏有丙火，乙木是丙火的长生之地，所以在这个大运中，萧强他从以前的被动承受变成了主动出击，他不再需要依附任何人，因为他自己就长成了参天大树。第三节，2026年丙午年的引动烟花燃尽前的党域性进攻。如果说甲寅大运给了他底气和自由，那么丙午流年就是把萧强推向舞台中央的最后推手。首先，寅午半合火，气势如虹。2026年大运的寅木与流年的午火形成了一个寅午半合火局，木柴天烈火，火势熊熊。丙午年是他这10年大运中火气最旺盛、能量最爆棚的一年。另外，命运的倒计时，这个丙午年再加上后面的丁未年，这也是他最后的余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走完这部甲寅大运，他的晚年将迎来长达30年的北方水运，一片的寒冷。她是一个极度聪明的女人，她非常清楚，如果在58岁这个丙午年不趁着这把纯阳之火彻底的绚烂一次，那么在她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第四方面，主动迎战，化解子午冲。另外，我们注意到流年的午火，它直接冲向了原局的子水，这个子水也是此命局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它通过生子半合承接了来自年柱和月柱的能量和资源。既然有一个子午相冲，与其坐在家里被动的承受健康或者情绪上的折磨，还不如主动的走进成功2026，把这股狂暴的能量宣泄在舞台上。这在命理学上以及心理学上都叫做党域性进攻。第四节运势的玄机，为什么他不怕伤官见官？懂命理的朋友可能会捏一把汗。2026年这个丙午是伤官，和他原局中这么强大的根生金正官，古诀有云：伤官见官，为祸百端。在2026年是否会形成伤官见官？他在乘风节目中会不会因为乱说话或者性格太傲慢而引发全网黑，导致晚节不保？我的答案是绝对不会，不仅无祸，反而大吉。这就是高级命理学最精妙的暗合解灾。一方面，火炼秋金，它的原局金太厚了，普通的火可能叫见官为祸，但是丙午纯阳之火再配上甲寅大运，这叫做真火炼真金。它会在节目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极致的业务能力，从而征服所有的质疑。另一方面，它原局有乙庚相合和地支的卯申暗合，这就代表情商极高，他懂得顺应大众审美。更绝的是，流年的太岁午火，它也与原局的申金有一个午申暗合，因为下面有一个丁壬合化木，再加上原来的生子半合水局，化官生生的顶级奏功。这就意味着他在这个节目中，哪怕是有对抗、有竞争、有是非，他也能够在私底下通过极其高明的外交手段化解干戈。他绝对不会像一个泼妇一样去撕逼，他会用最优雅的姿态把所有的危机都转化为收视率的爆点。朋友们，看完了我的萧强命理分析和推演，你还觉得她只是一个娇滴滴的老牌美女吗？在我看来，她是一头在暮色降临前发出一声惊天怒吼的雌狮。她本可以继续躲在申金的庇护下，做一个完美无瑕、不沾阳春水的神像，但是在甲寅的狂风和丙午的烈火中，她撕碎了供养她的温室，打碎了那束缚灵魂的枷锁。她要用这场名为尘封的逆袭，完成对自己前半生依附主义的最强力反叛。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付出或者圈钱，这是天时九子离火加丙午大火，和地利长沙火地加乘风破浪舞台，人和内在觉醒和乙庚合共同催化的必然，是他在漫长的黑夜到来之前亲手为自己点燃的最绚烂的烟花。第4章最终评分与命理锦囊，美人成风的生存指南。前面我把萧强的八字原局、绝美皮囊以及他付出的深层动机扒了个底朝天，现在到了检验一个命理师真功夫的时候了。这趟乘风之旅，他到底能走多远？第一节，萧强乘风2026综合打分，综合前面的分析，原局、大运、流年加上流月的配合度，我给萧强的这次乘风2026运势打出的分数是95分。为什么这么高？在命理上有一套严格的计分逻辑，看原局的病有没有被治，原局的贵有没有得到扶持。
我的理由如下 ：A. 大运加持，也就是共木生火，他的原局根生金气太重，而他现在正走甲寅大运，寅木冲生金，破了牢笼，这就叫做病有药治。B. 流年引爆，真火炼金，2026丙午年。这是他原局石干上的那一点丙火的绝对的强根，丙火伤官，它代表才华、舞台、经验大众的魅力。原局的微弱的火，在今年就变成了漫天大火，直接把这两座根生金的大金山给融掉了，这叫做大药对阵，枯木逢春。C. 流月神助攻，南方火局。尘封的录制播出是在4月到6月，在今年这几个月的干支是壬辰、癸巳、甲午，从水气木华到木火通明，宇宙的能量都在推着它往舞台中央走。那么我们扣掉的5分在哪里？在于我之前提到的子午冲，流年的午火太旺了，它必然会去冲它实质的子水，所以代表肾气、血液循环以及心脏的负荷和深层的睡眠。这5分就扣在健康隐患和极致高压下的心力交瘁。第2节战局预测，能否成团，有没有可能夺冠？基于这95分的天时地利，再加上他日柱乙卯骨子里的不服输和狮子座的骄傲，我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但符合命理逻辑的预测：萧强在乘风2026，他不仅能够顺利走到决赛，而且大概率高位成团，极有可能会留下引起轰动的血洗 B 站的神级舞台。那么他会不会拿到最终的总冠军，也就是 C 位呢？我的推断是大概率是不会，他也不需要，因为他骨子里是乙木，他并不喜欢承担队长那种沉重的、极度消耗他情绪的管理责任。而且如果真要拼到最后一口气去抢那个物理上的 C 位，子午冲带来的体力透支会让他非常痛苦。他来这个舞台是来享受燃烧、散发光芒的，他可能会最终成为这一季尘封的精神 C 位和话题女王，以一种极其优雅而且高贵的方式，在这个夏天封神。第3节丙寅命理锦囊，萧强的尘封生辰指南。既然看破了天机，作为命理师，我也隔空送给萧强姐姐4个尘封锦囊，祝她趋吉避凶。锦囊1，做掌控大局的资源型队长。我前面说乙木萧强本性不喜欢当队长，好比甲木王蒙那样的大姐头，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当队长。在甲寅大运的加持下，他现在有绝对的底气和气场。但是记住，他不需要做那种事必躬亲、管吃管喝的保姆队长。他八字原局自带乙庚相合，这就意味着他拥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极高的外交手腕。他要抱的粗腿不是30位姐姐中的某一位，而是节目组，是平台，是资方。他最完美的策略是出面做那个与平台博弈、争取顶级资源的精神领袖，然后把具体的唱跳技术细节分包给团队里像范玮琪这样的需要躲避舆论的技术大拿。她应该做一个美丽不费力的女王，才是她今年的最强人设。锦囊之2，找对护法，远离土金，千万不要找那种八字里土金极旺的，比如说性格冷静、刚毅、讲究狼性规矩的姐姐，那会压制她的乙木。她最完美的队友是八字里水旺，这代表能够包容她、化解外界压力、给她提供情绪价值的，或者是火旺、大倭寇、大武丹，能够在前面冲锋陷阵、带飞全场的姐姐。她只需要负责美和定海神针的作用。丙寅命理锦囊之3，顺应大运，拥抱劫财。萧强姐姐现在走的是甲寅大运劫财运，她代表姐妹同伴，所以应该放下第一美女的孤傲感，多和年轻的姐姐们打成一片，展现出反差萌，把竞争化作团魂，这会让她在这把纯阳之火中收获前所未有的路人缘。而锦囊之4，子时大岁，保命护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了对抗流年的子午相冲，在节目录制期间，无论排练多紧张，必须在每天的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躺在床上休息，这是保护他水木之根，避免心血管和免疫系统崩溃的红线。如何呵护子水，可以参看我前面的王蒙篇。尾声终极寄语，只要绚烂，刹那就是永恒。朋友们，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想聊点玄学之外的东西。看着58岁的萧强在2026年的丙午大火中走向舞台，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其壮烈、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很多人其实命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温室，它可能是一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工作，可能是一段早已麻木但安稳的婚姻，也可能是世俗对我们套上的种种身份、人设、标签，也可能是我们给自己戴上的面子和伪装。我们大多数人就这样在温室或者说牢笼里面唯唯诺诺、浑浑噩噩的枯萎。但是萧强告诉我们，哪怕到了58岁，哪怕前半生都在被动的接受命运的供养，只要你内心还有一丝火种，只要命运的流年给了一阵风，你依然有权利、有能力去砸碎那个坚不可摧的牢笼和枷锁。知命不是为了认命，而是为了顺势而为，在命运的拐点打出最漂亮的一张牌。不要怕大命颠簸，不要怕流年冲撞，人生本就是一场体验。与其在安逸的牢笼里发霉，不如像这株秋天的名花一样，在百年一遇的离火大运中，迎着烈日疯狂地燃烧一次。哪怕子午相冲带来痛苦，哪怕燃烧过后终归沉寂，那又怎样？只要绚烂，刹那即是永恒。祝萧强姐姐乘风破浪，尽情释放光芒万丈。也祝屏幕前的你都能活得清醒明白，在属于你自己的流年里，痛痛快快的大梦一场。谢谢观看。如果我的视频有那么一点触动你，请不吝点赞。如
如果能投币、收藏、转发，那就更加感谢了，让我有更多的动力持续更新。接下来你们想听哪一个姐姐的成功运势，请在评论或者弹幕里喊出她的名字，我会选择呼声最高的作为优先的分析对象。我是秉言子璇，我们下期浪姐命理推演不见不散。